5年已经过去了，我想知道肖战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肖战？变得沉稳，然后变得相对可能自我一点吧。不管是5年还是怎么样，我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我不会变的东西。你可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5年你有没有一个精神上特别自由的瞬间？创作一个角色的一个过程。有时候会觉得，会心疼这个5年中的自己吗？不会。如果说要给一个33岁的肖战写一个人物小传，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故事？说没有工作的肖战，他的一天是怎么样？娱乐圈已经10年了，会对娱乐圈的感知会有一些变化。我很好奇，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好，那个肖战，我们其实2019年的时候拍了一个封面，然后那个视频里的话，我们也拍了一个5年为期的视频。那个视频里面最后一句话说：“你说期待下一个5年，肖战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5年已经过去了，我想知道这个肖战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肖战。刚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然后他们让我看了一下5年前的那个采访，然后当时我看到结尾啊，我觉得很神奇。5年那个时候觉得5年很长。那个时候觉得我也不知道我5年之后会在哪儿，然后以及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结果5年转眼间就过了，我觉得好像变了，又好像没有变。对，好像一切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好像又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很奇妙的一种感觉，无法用变与不变这种词语或者是语句然后去描绘它。那5年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成长嘛？我其实想知道，就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一个成长是什么？我觉得变得沉稳，然后变得相对自我一点吧。相对自我一点，这个自我是指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觉得自我跟自由这个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词。以前的自己的话，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对，就像我之前在采访里面也说，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意见。但是可能这5年一路慢慢走过来，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会问自己，然后自己对自己的意见。你会有一种坚持，说我其实不管是5年还是怎么样，我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我不会变的东西吗？当然会有。是什么呢？我记得我之前好像说过吧，我记得是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你可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觉得这个是一直没有变的。对。不想要什么呢？不想要的东西很多。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适合我的东西。对，因为我其实看到就是你现在的话也有蛮多转变的，一个就是现在开始健身了是吗？对，然后这5年其实我想知道，就是这5年的话对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对身体的感知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其实一直是有在健身的，只是这个健身对于以前来说可能更多追求的是形瘦一点，所以以前有氧做的很多，但是现在呢其实更多的是稳，更加的沉稳，所以更多的是做了一些力量型的训练。因为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时间的流逝也意味着我们长大甚至变老，所以你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对身体的控制或者自己的经历有一点点的和以前不太一样吗？就好比我刚刚看那个5年前的采访的视频，然后在刚刚回化妆间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会觉得现在好像是那个时候的一个 plus 版。是变宽版还是变窄版？我也说不好，不知道是哪儿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是外貌，然后可能是身材，可能是状态，方方面面吧。就感觉镜子里面的自己是刚刚我看到视频里的自己的一个 plus 版。对。那如果说心态上面的话，我觉得那更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说，可能那个5年我们刚才提到了身体，我想知道这5年你有没有一个精神上特别自由的瞬间？精神上？对，精神上最自由的一个瞬间。其实我觉得我相对自由跟相对放松的一个时间段是在剧组的时候。反而是在剧组的时候。反而是在剧组的时候。我不觉得它好像是一件工作，我是觉得是在创作一个作品，创作一个人物，创作一个角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反而很投入，所以可能会觉得说相对自由吧。会把自己完全放到这个人物身上，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隔离吗？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们当年之所以说5年为期，是因为
怎么说，从一个普通人也好，或者是说从一个非演员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娱乐圈，然后那是5年，然后现在5年又过去了，其实进入娱乐圈已经10年了，会对娱乐圈的感知会有一些变化吗？哇，都已经10年了。是啊，我们可以再5年为期，就15年。天哪，10年，有什么变化？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相对做到就是自己的这个范围相对简单，然后相对单纯一点。你还记得我上次问您问题说，如果您不当演员，您会做什么？你还记得那个答案吗？开一个面包店。对对对，做一个面包师。是。那我还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哪一天不做演员了，或者是说，就是什么会是你的下一份职业，或者你想做的事情？可能我还是会开一个面包店。开一个面包店，虽然可能会遇到很多实操上面的问题，但是还是挺想，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如果说到现在33岁的肖战，有没有一个特别，就是比如说所谓的崩溃时刻，或者是一个后悔的瞬间？崩溃，我觉得可能是在演戏的时候还真有，也我觉得不能算是崩溃吧，我觉得算是就是那个坎儿，你可能迈不过去，但是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我想要把它迈过去。对，就是可能在演戏的时候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让我觉得当下有点崩溃，为什么做不到？就那个坎儿始终迈不过去的时候，是一个有一点点会让我觉得很崩溃。那会有一个所谓的妥协时刻吗？我觉得，不能算是妥协吧，尽力而为，对，可能，当然这个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今天你就做到了，也许是隔了几天之后再倒过来看当下，再去解决，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说成年人其实是一个不断认知到边界的过程，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其实所谓的妥协也是认识到边界的过程。你有那种感觉，就是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管是各个方面，它其实有边界在那儿的。当然，我觉得这个算是一种规则，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其实我们之前说5年，经过了5年，是下一个肖战是什么样子？那你有没有想过，再5年，你希望肖战是一个什么样的肖战？您是38岁，希望肖战是什么样子？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开心。就只有这一点吗？或者是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No，不需要，不需要。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开心，只要开心就可以了。你现在还会经常做梦吗？最近的一个梦是什么？最近的一个梦，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过梦了。好久没有做过梦了。对，你是不是经常失眠？会有一点入睡有一点困难。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记忆大厦。我想知道，在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一个瞬间会让你始终对它有一个反复的记忆，或者是反复的回放？有。你提醒我了。我最近一次做梦，应该是又梦到了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栋老旧的居民楼，对，然后我们家在5楼，我现在都记得那个过道是什么样子，我好像又回去了，对，然后很奇妙，那个屋子的结构，然后人，我的爸妈、奶奶，然后大家还是停留在我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反复的会梦到那个情景？我也不知道，很奇怪，可能是有点像一个安全屋，可能是像一个安全屋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可能会当我觉得有一些疲惫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可能就想回去吧。那你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我之前采访朱德庸，他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漫画家，是他说他每一次当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在脑海里面回到他小时候的那个屋子，而且他会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巡视，然后用记忆去把这个整个屋子全部都建立起来，甚至可以看到那种最细微的桌子椅子，对，然后全部栩栩如生的回忆起来。我在梦里面就是这样，家里的厨房，然后洗手间、客厅、2间卧室，阳台的结构、橱柜，然后那个时候的排风扇，那个时候都没有换气扇，是排风扇，都不是抽油烟机，就是很奇妙，很奇妙，所有细节，清清楚楚。然后那样会让你心里很踏实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反而醒来之后，会有一点
怅然若失的感觉。你的童年是特别快乐的一个童年吗？很快乐啊，很快乐。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你滋养自己的一个方法。是。所以你会因为我知道你其实之前是设计师，然后也会画画，有的时候会画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吗？就比如说现在还画画吗？会啊，会画。对，会画童年吗？童年的那个屋子吗？没有。你提醒我了，我可以尝试一下。是因为我会觉得重新把自己的记忆建造起来，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非常好。其实5年了，某种程度上家人也在老去，你有这种感觉吗？觉得父母在变老？但是每次当我就是要煽情，然后跟他们来一次心灵上的马杀鸡的时候，他们就会立马跳脱出来说：“哎，我现在打球呢，没空跟你说。”要不然就是我跟你妈要是在外面自驾游，哎呀，你再好好的就行。就会好吧，他们很开心，过得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反而没有这种变老的焦虑，完全没有。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学习的对象。你有问过他吗？你说为什么你们会完全没有这种焦虑？其实应该是一个焦虑变老的年龄。我不知道，就我很羡慕他们。真的很羡慕他们，向他们学习这种心态。是。因为刚才也问了我们的摄影师，就因为他这5年和您接触也很多，他会觉得您现在安全感或者是说您松弛感其实是一点一点，说尤其是今年，所以是吗？是被 Q 还不知道，所以你会觉得今年是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突然有一种这种打开或者松弛吗？其实我觉得这种很细微，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小说，不是电影，不是剧本，它没有一个突然觉醒的一个点，对吧？我觉得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点一点累积积累，然后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你要问我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我还真的不知道。对，但是我只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现在没有那么的在乎，可能就会好一点。我记得我当时问你肖战，你幸福吗？你说不能说幸福，但我很幸运。很幸运。现在也是这么觉得自己很幸运。现在很幸运，然后也很幸福。是一个完满的5年。我觉得如果5年后说自己幸运也很幸福，这说明其实这5年你走的非常的，怎么说呢？他可能不见得那么顺利，但是他非常的你走到了自己的路上。还是顺利一点吧，好不好？希望后5年顺利一点，好吗？对，就像我每年都会，大家会问我说，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喜欢你的人，那我就还是会说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对，大家会觉得顺顺利利、健健康康是这么简单。你仔细一想，它根本不简单，它是一个愿望。对，它是一个祝福。是。所以2025年，如果你想对大家说的话，还是这句话吗？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对，我觉得顺利了，健康了，那其他的就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好的，行，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我现在就期待我们还有下一个5年之约，好吗？当然。行，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最大的恐惧，无法做到。所以你会有不安全感吗？那我可能是没有安全感。想过自己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吗？我觉得这个是天生的性格里面带的吧。MBTI， 你做过这个测试？做过。你是什么？我是 I 开头的。所以你是 I 人。对 ，I 人。你会觉得独处的时候，其实自己是更自在的吗？我觉得会。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完美的快乐？最完美的快乐？对，或者最完美的幸福？天哪，就是我刚刚说的，打开回家的房门的那一刻。你选择朋友的标准是什么？舒适，然后以及安全感。最珍贵的财产。你最家人，绝对的。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成就。最大的成就，作为我爸妈很骄傲的儿子。自己身上最大一个奢侈品是什么？好抽象。最大的奢侈品，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的话，我觉得我最大的奢侈品是感知力。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感知能力特别强的人？相对来说。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都满意，很满意。有没有一点点相对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是舒适感大于就是好不好看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如果有转世间事情的话，你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物品？已经做过人了，那就做物品吧。什么物品呢？
一棵树也不错。什么样的树呢？一棵参天大树。最喜欢的季节？夏到秋的那个季节。夏秋之交。最常用的短语或者单词？我可以啊。可以啊。好啊，我可以。